一个女人利用200天的时间为自己的公公打造出一套荒野别墅，然而这又究竟是为什么呢？越南的热带雨林，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选定了这块视野开阔的森林腹地，清除干净周边的灌木杂草，他们就将在这里打造出一处可以长久持续生存的基地。而这并不是为了别人，正是男人的老爸，女人的公公。生活的贫困使得家里唯一的老房子成为了自己的婚房，而老父亲为了让儿子能够更加体面，所以就选择了想要独自一人来到山上居住并自力更生的生活。唯一的儿子无法改变父亲的选择，而这对小夫妻能做的就是要亲手为父亲打造出可以让其生活的足够舒适的荒野竹屋。挖掘的地基已初步成型，背靠着的大树也足以提供充足的阴凉。距离此处的竹林需要步行接近30分钟，挑选来最为粗壮的毛竹，它们将会是整栋建筑的承重。两小口的分工明确，老婆负责将毛竹切割出想要的长度，而老公则是要开凿出贯穿的垄断。潮湿多雨并且还是原始的环境决定了整套建筑必须要远离地面腾空而建，在地面标记出尺寸，固定的位置处挖掘出深坑。虽然只是20多岁的小姑娘，但是做起事情来却绝不扭扭捏捏。当然，作为承重的毛竹一端还要切割出用于固定的缺口，它们将会被用于放置横梁。6根支柱的一一竖起，总体的高度已然差不多超过了5米。事先开凿好的孔洞被贯穿入粗细刚好的毛竹，这就是整个房子所要搭建的地基高度。接着再切割出几根测量好长度的毛竹，将其一根一根的横架于顶端的缺口之上。如此，整套建筑的大致形状就已完全的确立，搭建的轮廓已经成型，而往后的所有工作都将会由这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独自完成。这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公公的一种弥补吧。一只老旧的手工锯持续的切割，小媳妇要先准备好制作顶棚的材料，粗壮的毛竹一分为4，凸起的竹节也要修理平整，将准备好的材料提前堆放到屋顶。超过5米的高度，想要爬上去对于小媳妇来说也很轻松。穿插的编织固定方式，这是小编第一次见过如此构建屋顶的方法，确实很是令人惊叹和佩服。等到所有的编织完成，横向的位置再进行精细的捆扎，如此不但让整个屋顶形成统一的整体变得十分牢固，并且还将会为接下来的防雨性铺垫打造了完美的基础。青葱的棕榈树叶自带的倒 V 型凹槽是铺设屋顶的绝佳选择，先将其从中间一分为2，接着再一片一片的挑放上屋顶，搭在屋顶侧方的竹竿，这是上到屋顶的通道，也是以后万一出现漏雨而要进行维修的快捷方式。而对于这屋顶的铺设，这才是更加的充满了智慧的一步。将棕榈叶特意的分开出2支，然后以先前搭建好的竹片作为基底，不需要任何的辅助材料，左右的叠加，前后的铺垫，绝不会存在任何缝隙和松垮的屋顶就将会在如此的循环往复中彻底的成型。不过虽然小媳妇现在只有20来岁出头，但是黝黑粗糙的双手已然说明了一切，并且能够在这超过5米的高度上行动自如，毫不怯懦，这也足以见得她将会在以后成为一个极其贤惠的老婆。现在知道娶老婆要去哪里了吗？然后你再转身看看那个躺在沙发上吃着薯片闪乐的他，是不是有起身想要上去踹2脚的冲动呢？屋顶的铺设已经彻底完成，绝美的夕阳也陪伴着小媳妇走过了一天又一天，继续的切割，接下来才是更加繁琐的搭建主体的工作。一根一根的连续摆放，长短相同的毛竹间隔出相同的距离，它们组合而起的平面就是整套房屋的地面。接着再将整根的毛竹劈开，去掉多余的竹节，整齐的铺设好后就是天然的竹席，最后再用4片竹片进行整体的压缩固定，这样不但可以直接当成睡眠的床榻，就连吃饭也都可以随处的席地而坐。当然，已经干燥了的棕榈叶只需切割掉多余的外缘，规则的屋顶边缘也将会让视野更加的开阔。基础的搭建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墙壁的打造了。立柱上对应的位置处开凿出小的长方形孔洞，削割平整的竹片镶嵌入其中，并形成上下4根的编织横梁，接着再进行纵向的前后穿插，并预留出精致的窗口。如此的反复，不但可以尽量的减少时间，并且墙壁的牢固也无需额外的材料就可以得到充足的保障。等到墙壁的搭建逐渐接近尾声，突然而至的降雨也是恰到好处的检验了一下屋顶的防水性。然而虽然所有的搭建看似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但是这却依然不足以表达自己对于公公感谢的心情。小媳妇儿还将会对竹屋进行精致化的装饰，她想尽量的让这处位于深山老林中的房屋更像一个家。精心制作好的窗户可以随意开合，这保证了室内的光照充足。再次的来到竹林边，选择品相最好的毛竹再劈砍上一捆，测量好墙壁的夹角长度，劈砍而来的毛竹再全部的分解成细窄的竹片，斜向的编织，尽量的保持彼此之间的间隔相同。一通繁琐的操作后，原本还是凹凸不齐的墙壁瞬间就兼具了平整与美感，并且十足的细心又将无关紧要的窗户也进行了图案的布置。就如此这般的荒野竹屋，别说是公共住了，就是当做结婚的新房也足以应付。况且4边还有宽敞的延伸而出的平台，放眼望去，还有那世外桃源般的风景如画。如果我老了以后也能拥有如此，那又夫复何求呢？然而正当小编还在感叹一切完美时，小媳妇却又再次的掏挖起了深坑。她还要在门前的地方添置上一处开阔的观景台，用于承重的立柱支撑起延伸而出的平面。铺垫的毛竹也与之前的地面浑然一体，紧实的加固。4边的横梁上再开凿出间隔相同的孔，
插入长短相同的精细竹竿。等到完工，一处宽阔的阳台就已完成，并且为了方便于上下，在侧方再制作个拥有扶手的坡度刚好的楼梯，一切都是考虑的那么周全。每一根组建而出的竹片也全都凝聚了他的用心。那么，一个习过为你而专门搭建的荒野竹屋，你会愿意在此生活吗？而我们的主人公又将会在这里如何一步步地打造出只属于自己的荒野生物？是开垦农庄，还是持续的打猎呢？精心设置的陷阱捕获到了野鸡，其他的地方也是接连的斩获野生的山鼠，当然还有精准的弹弓射击技术。还趴在枝头休息的小松鼠也是很不幸的成为了靶子。然而，倘若我要是拿出这样的画面，阁下又究竟要如何应对呢？随着温暖的阳光穿透进森林，我们这个系列的主人公也是出现在了搭建好的竹屋中，简单的清扫，以后这里就将是自己长久生活的地方。小编就暂且叫他老登吧。背上竹筐，老登要前往丛林中寻找今天的食物。年轻时自己就是附近最为有名的猎户，虽然现在稍微的上了点年纪，但是想要在此谋生，却也依然可以称为宝刀未老。一处潺潺的山泉溪流，老登似乎已经发现了猎物，看来今天的食物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劈砍上一根毛竹，老登要用最快的速度来制作出用于抓捕的陷阱。先削割出足够多的细长竹条，接着再将剩余下的竹筒一端进行竹片的分解，简单的编织，这是只有老一辈的猎户才会用到的陷阱。在追求拥有效果的同时，更加注重的则是要快速的成型。10多分钟的操作，老登的老式捕鱼篓就已完成。将其固定在狭窄的水流下方，所有顺流而下的溪鱼都将会被捕捉。先将河道尽量的扩宽，让水的流速增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剩下的就是驱赶了。这处水潭中生活了好几条体型硕大的胡子鲶，每一处的石缝中可能都会有躲藏。老登要做的就是将水搅浑，并把它们从石缝中驱赶出来。持续流淌着的山泉会自动将它们带到自己编织的鱼篓中。10多分钟的连续驱赶，一条一条的鲶鱼也是顺着水流尽数的被困于鱼篓之中。不过这鲶鱼的体型真是壮硕，每一条可能都有甚至超过1斤的重量，而这些也足够老登可以美美的吃上一整天。不过这有资源和没资源的区别还是真的太大了，一处简易的水塘就能有如此的收获。而小编我想去钓个鱼，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最后还是空军，真是人比人要死，货比货得扔啊。随着新一天的来临，已经逐渐的焕发青春了的老登再次的来到了丛林。今天的自己要重温一下以前的快乐。劈砍来一些毛竹，它们是制作狩猎陷阱的材料，简单的削割，3只斧头扎实陷阱的主体支架就已完成。虽然老登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制作过这种陷阱了，但是存在于肌肉之中的记忆却还是让自己的动作行如流水。不论是配件的长度大小，用于细节捆绑的凹陷，还是组装的先后顺序，30多分钟的操作，每一个的陷阱都已可以正常的运作。当然这才仅仅只是个开始，想要快速且成功的捕捉到猎物，陷阱设置的地点才是关键。经过仔细的寻找，一处洞穴引起了老登的注意，特意用树叶堵住的洞口表明了这里一定会有猎物的存在。简单的设置好，自己还要寻找下一处。一条小路的旁边，老登发现了一处明显的兽道。正所谓人有人道，兽有兽道，将第2个的陷阱设置在这里也将会事半功倍。最后再在前后的位置处撒上点诱饵，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猎物从此经过。然而正当老登想要继续的寻找第3处设置陷阱的位置时，刚巧却是发现了远处枝头上的松鼠，立刻的拿起弹弓，用力的拉扯住皮条，连续3次的射击终于是将小松鼠击落。虽然看上去体型并不大，但是正宗的丛林炭烤小松鼠又有谁可以拒绝呢？继续的寻找，低矮的灌木丛中往往都会有猎物出没的痕迹。一处岩石边，这里也是很多野生山鼠经常经过的地方。所有的陷阱都已设置完毕，老登也该利用等待的时间去探索一下周边的资源了。毕竟想要在山林中持续的生存并不容易，对于周边足够的了解才会有利于以后的狩猎。3个多小时的探索，也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并且顺便还能查看一下刚刚设置好的陷阱。一棵被风吹断的树干，将其劈砍成段，自己顺道带回竹屋，也可以当做生火的干柴。然而就在老登刚走到第3处的陷阱旁，却意外的发现这里已经捕捉到了猎物，一只体型还算不错的野生山鼠。它的脖梗已被弹射的竹片死死的夹住，看来自己选择的狩猎地点很是正确。重新的将陷阱设置好，这里肯定还可以抓捕到其他的猎物。然而好事可不仅仅只是这一件。就在老登来到第2处的陷阱时，更大的惊喜却是再次的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赶忙的将柴火放下，一只野鸡竟然被陷阱卡住了爪子，看来是自己提前放置的诱饵起了作用。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并且野鸡还是活的，这也就让畜牧的养殖有了可能。同样，最先设置在洞口处的斧头闸也捕捉到了野生的山鼠。短短的半天时间，老登就依靠着自己多年的狩猎经验，成功的获取到了充足的食物。再次的来到制作陷阱时候的开阔地，升起火堆，直接用竹签穿插入老鼠的身体，明火的烘烤可以很快的将体毛全部的去除干净。松鼠的处理方式也是同样，等到彻底的处理完，一串正宗的荒野烤山鼠将会在烈火的持续烘烤下逐渐的变得焦香酥脆，大口的撕咬，还是年轻时候的味道。然而想要在山林中持续的生存，老登又是否可以完全的依靠双手来打造出具有规模的农场？野猪幼崽已被陷阱牢牢的拴住，即使再怎么拼命的挣扎，都已改变不了既定的命运。
提起后腿，向着农庄狂奔。专门搭建好的猪圈就是畜牧养殖业的开始。新一天的来临，这是老登在丛林中生存的第3天。虽然房子已被儿媳搭好，但是用于烹饪的厨房却还是需要自己亲自的动手。竹屋的旁边开挖出平整的地基，先用毛竹在地面标记出大致的搭建范围，接着再在4角掏挖出用于掩埋支柱的深坑，整体上高下低的坡度也将能够很好的应付多雨的天气，树立起整体承重的支柱。粗壮的树干足以维持住很长的时间，而对于横梁的选材，那当然还是毛竹更为节省体力和时间。随着顶棚的固定完成，厨房的造型就已基本的确定。当然，为了让其能够更好的支撑起屋顶覆盖，在中间再额外的添加上一根横梁，就可以很好的分散整片屋顶的承重。最后再覆盖上从山下搜集来的老旧石棉瓦，如此不论是狂风还是暴雨，自己都可以正常的进行食物的处理。当然，这些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而准备，毕竟想要在丛林中长久持续的生活，那么捕捉并在周边饲养动物就是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打造出一个风雨无阻的厨房，也是为即将要饲养的动物制作食物的必备之一。整体的搭建已经差不多了，老登准备利用山体斜坡的优势，再开凿出一处灶台，顺着整理好的平面向下掏挖，接着再从侧面向内延伸。等到2个深坑刚好的交汇，一个依靠着土层而打造的炉灶就已开凿完成，放上大锅，大小也是刚好。最后就只剩下墙壁的简单装饰。虽然用竹片打造的围栏并不具备实际的防风作用，但它至少可以让厨房看上去更加的立体，并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阻挡住万一有可能从高处滚落下的石块。厨房的搭建已经完成，然而距离天黑却还有一些时间，老登刚好可以利用这剩下的时间来打造出可以进行圈养驯化牲畜的地方，劈砍来足够的毛竹。他要先搭建出鸡笼，鸡舍的建造并不需要格外的牢固，所以通体采用毛竹进行打造，可以节省出大量的体力和时间。毕竟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野鸡能够有栖息并进食的地方。30多分钟的组装与拼接，鸡舍的整体造型就已确定，后续只需用竹片将4周的围栏固定好就即可成型。最后再搭建出倾斜的棚顶，多余而出的2层空间将会为以后野鸡的产蛋提供了方便。当然，有了鸡舍又怎么能少得了猪圈呢？老登又利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围搭出了面积足够宽敞的空间。看到全部是由毛竹打造，很多的老铁肯定就会觉得这不可能困得住野猪。当然，纯种的野猪它肯定困不住，但是越南的山林中多数的野猪都并不是纯种，很多当地的村民饲养的猪群都会有家猪跑掉的情况，而那些跑掉的猪就会长期的生活在山林中。长此以往，岁月变迁，这些并不是人迹罕至的丛林中所生活的野猪就不会是大家所认为的那种野性十足的品种，它们和在非洲大草原以及美洲丛林中的野猪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阳光洒满大地，老登已迎来了第2日的清晨。既然用于圈养驯化的场地都已准备完毕，那自己就该去尝试着进行抓捕了。再次的前往丛林，10多分钟的找寻还真让老登发现了野猪的痕迹。这处斜坡的地面被拱开，生长出的木薯也被啃食的只剩下了残渣，这是绝好的消息。继续的向前，这片熙熙攘攘的野生木薯群应该就是附近野猪的觅食地。老登又连续的发现了3、4处挖掘啃食的迹象，如果在这里设置上陷阱，那必将事半功倍。一株木薯旁的小道，老登要在此挖掘出一个小的浅坑，然后在坑中再夯入2根带插的树枝。他要利用旁边的树干来制作一个触发式的弹射陷阱，捆绑上绳索，固定好触发的装置，用竹片铺在其上。只要野猪不小心踩中了坑洞，被绷直的紧紧的树枝就会立即的弹射。用枯叶做好最后的伪装，将绳索打结出的圈套完全的覆盖住洞口，最后再将木薯丢掷在前后。如此，一处用于抓捕野猪的陷阱就已完成。有了这样的地利优势，还有木薯的诱惑，相信要不了多久，老登就一定可以捕捉上一头。再次的回到农庄，在美美的睡完一个午觉后，老登正在清扫着竹屋的周边，然而突然传至的声音却是让老登愣了一下。仔细的倾听，看来应该是陷阱已经捕捉到了猎物，快速的奔跑，自己要赶快的赶到陷阱旁。果不其然，是一只野猪，老登立刻就扑了上去。自己用的绳索并不够粗，要赶紧的将其制服。看样子应该是一只杂交的野猪幼崽，通体的黑色绒毛表明了它不是一只纯种。不过惊恐的嘶叫和奋力的逃脱也是充满了十足的力量，老登也必须要用尽全力。简短的周旋，老登终于是成功的抓住了野猪的后腿，只要将其提起并远离地面，那么小家伙也就无法做出过于激烈的反抗了。这下自己搭建好的猪圈一下就迎来了第1只的住户，将小家伙放入猪圈之中，而这也标志着自己畜牧的养殖迎来了开始。精心设置的陷阱捕获到了野猪幼崽，它的后腿已被牢牢地拴住，快速地奔跑。农庄中另外一头被饲养的野猪此时也有了新的同伴，然而才相隔上不久，自己却又在山林中发现了豪猪。那么这个小家伙的命运又究竟会如何呢？新一天的来临，老登的第一件事情不再是去到丛林狩猎，精细的切割，他要为自己前一天捕捉到的野猪制作出可口的食物。已经完全切碎的树叶都是野猪的最爱，这也是老登特意去到山上采集的，不需要蒸煮，直接的倒在猪食槽中，小家伙上午的口粮就能得到解决。虽然野猪幼崽现在依然很是警觉，但是只要经过自己的驯化圈养，不久的以后他就将彻底的喜欢上吃喝不愁的生活。
再次的前往丛林。毕竟想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野猪群，单单只有眼前的这一只还并不够，老登还需要继续的捕捉。低头的仔细寻找，老登再次的发现了野猪的踪迹。这里的灌木有被拱损的痕迹，而此时下起的小雨却也是为自己的狩猎提供了绝佳的有利条件。它将会冲刷掉自己带过来的不一样的气味。掏挖出小的深坑，旁边的小树只需将旁枝砍掉即可成为天然的弹性装置。将枝头捆绑上绳索，在挖掘的坑洞中夯入2根待插的树枝，接着再在绳索中间的位置上固定上短枝，设置好陷阱的内部，将整个圈套完全的覆盖住坑洞的入口。只要野猪踩到了陷阱，被拉弯的树干就会被立即的触发弹射，届时只要树枝不被拉断，那野猪就不会有丝毫逃脱的可能。最后再简单的布置一下周边，用枯叶覆盖住表面以达到完美的伪装，剩下的就是等待了。再次的回到农庄，自己的早饭都还没来得及吃，升起火堆，削割掉木薯的表皮。清水煮木薯虽然很难以下咽，但是补充身体所需的机能却还是没问题的。然而正当老登刚吃上2口的时候，远处传来的吼叫声却是不得不让自己立刻的停下。看来自己设置的陷阱已经被触发了，赶紧的奔跑，尽快的赶到陷阱旁，可以尽量的防止猎物的逃脱。果然，一只野猪的后腿已被绳索牢牢的拴住，又是一只野猪幼崽。老登立刻的上去扑抓，虽然小家伙也是发出了惊恐的吼叫以示抵抗，但是命运已定，小野猪已被抓住，用绳索捆住后腿。这下自己的农庄中就又多了一只可以被圈养驯化的野猪了，而自己畜牧业的养殖也将正式的得到发展。将小家伙放入猪圈，倒入制作好的猪食，它们将会在自己细心的照料下很快的适应。然而野猪数量的增加也将意味着自己的工作也要增多。再次的背上背篓，老登要去采集足够的食物来准备下一顿的喂食。宽大的树叶是喂食野猪的必备，野生的木薯在挖掘出果实，丰富的淀粉含量在改善口感的同时，还能让小家伙快速的长膘。再次的回到农庄，先将鲜嫩的树叶切碎，再将木薯剁成薄片。虽然总体的数量并不是太多，并且也没有麦麸、玉米粉等额外的添加，但是只是2只的野猪幼崽也足以让它们吃饱了。大火的蒸煮只用了10分钟就将其彻底的软化，这是小猪崽们今天的最后一餐了。蒸煮后的口感，2只野猪很是喜欢。虽然只是简单的粗茶淡饭，但是这也足以让它们快速的成长。随着第2日清晨的来临，老登又要为了野猪的进食而继续的忙碌。掉落于地面的野果，这是补充身体维生素的绝佳机会。虽然果实看上去依然还很是青涩，但自动的脱落就足以说明它内部的果实已经可以食用。攀爬至树顶，老登要采摘上一些。然而上山容易下山难，更何况自己的身后还背着装着果实的背篓。不过这却也难不倒老登，通过树枝自带的韧性，一点点的向着尾端靠近即可缩短下到地面的距离。老登也是迫不及待的吃上了一颗，它可以缓解自己爬高后所产生的口干舌燥，继续的向着森林的深处进发，那里可以很轻易的找寻到自己想要采摘的枝叶。找到了，这种隐藏于浓密灌木丛中的植物，它宽厚的叶面可以为野猪提供出充足的营养。以目前2只野猪的食量来说，这一棵树的叶子就已足够，当然木薯依然还是不能少。老登又再次的来到了昨天采挖的地方，这些野生的木薯要比人工种植的要深上许多，但同时它所富含的营养和淀粉的含量也更加的丰富。然而正当老登已经收获足够想要离开之时，不经意间的转头却是让自己再次的发现了猎物，赶紧的将背篓放下，原来是一只正在偷偷进食的豪猪。找来一根木棍，不过想要将浑身都是硬刺的豪猪制服，必须要十足的小心。老登想要尝试着将它的头部按住，但是豪猪也是凭借着灵活的走位一一的躲开。旁边正是这个小家伙刚刚进食而剩下的残渣。老登继续的尝试着抓捕豪猪，想要钻进旁边浓密的灌木丛，老登也是尽可能阻挡住他想要逃跑的路径。要是真的让他钻了进去，那自己就很可能会无从下手了。然而不论自己如何的尝试，豪猪灵活的走位都让自己无法准确的按住他的脖颈。老登又再次的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直接的抓住2条后腿，只可惜布满了尖刺的尾巴却总是很难找到下手的时机。经过10几次的尝试后，老登还是没能鼓起勇气出手，毕竟要是被硬刺刺伤，那可是极其痛苦的。又是10多分钟的周旋，老登不得已只能放弃了想要徒手抓捕的想法，找来灌木的枝干，将其系成一个圆圈，小心翼翼地穿过豪猪的头部，然后用力的一拉，终于是将小家伙捕获了。然而此时已经被抓住的豪猪才用力的扭动着身体想要逃脱，只可惜他的命运已然决定，这可是意外的收获，10好几斤的体重足以让老登好好的吃上一顿。背上竹篓，提上豪猪，老登再次的朝着农庄走去。虽然在路途中小家伙总是不停的扭动身体想要逃离，但是老登却不可能再给他机会。不过因为他的活泼好动，老登却是改变了想要烧烤的主意，他要将豪猪与野猪一起饲养，毕竟自己还没看过豪猪的生产会是什么样子。将其放入到猪圈之中，脱下捆绑的项圈，随着老登的驱赶，豪猪背部的尖刺也是瞬间的张开，小野猪也是十分的好奇。然而豪猪尖刺碰撞所发出的警告声却是让野猪的幼崽又不敢贸然的靠近。那么混养在一起的2个物种又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豪猪又是否可以被圈养并存活呢？还是说它会趁着黑夜的降临再次的尝试逃离呢？
捕获的野猪极具攻击性，它在竭尽全力发出嘶吼的同时，还在试图用嘴巴进行还击。然而已经被高高吊起的后腿使得小家伙无法用出全力。那么等待它的又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新一天的来临，虽然依旧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是老登却还是不能有片刻的休息，继续的前往山林。圈养的野猪还需要采集食物喂食，当然，灌木丛中寻找猎物的痕迹也已成了每日必然。毕竟，如果自己可以多多的狩猎，那不论是食物还是越南盾的积累，都将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处岩石的旁边，老登貌似是发现了猎物的踪迹。这里的斜坡有着动物常常经过的痕迹，并且从范围来看，也并不像山鼠所为。他要在此再搭建出一处陷阱，看来用于制作的材料，先将木棍的一头劈砍出缺口，另外一端也要削割出尖头，用力的夯入地面。它将会是整套陷阱的固定，接着再将另外一根木棍的粗细整理至刚好可以被缺口卡住，依然还是采用弹射的力量。自己对于这种陷阱的打造有十足的信心，毕竟老登年轻的时候就曾用它捕获过各种猎物，最后再用粗壮的麻绳制作出可以自由收缩的项圈。只要有猎物从此经过而碰触到了项圈，那艰难维持住的平衡就会被瞬间的打破，而紧绷的弹射力臂就将彻底的将其拴住。最后再用枝叶封堵住陷阱的两边，只留下圈套内的空间可供猎物的通行。如此，这种弹射性的吊死鬼陷阱就已完成。然而是否会有收获，老登的此时也依然无法确定。继续的在丛林中探索，在给野猪采集食物的同时，看看是否还能发现其他可利用的资源。依然还是这种宽大的树叶，虽然小编并不认识它的品种，但可以确定的是野猪们很是喜欢。毕竟老登连续着这么多天的喂食采用的都是它。继续的前进，这种拥有脆嫩树心的藤条有着比较多的水分，它可以缓解自己的口渴。然而就在老登找寻到第二颗野猪的食物时，远处所传来的隐约的叫声却是引起了自己的警觉。从方向来判断，很可能就是刚刚设置下的陷阱。快速的奔跑，到了目的地的附身前行，果然是陷阱已被触发，并且还是一只已接近于成年的野猪。放下背篓，老登依然是毫不犹豫的上前扑抓。然而这次的野猪却并不像之前的两只，它的品种更加的纯正，在不断嘶吼反抗的同时，还试图着用嘴巴进行反击，而这也是让老登的心里稍微的打起了精神。不过好在小家伙的后腿已经被绳索高高的吊起来，否则要是让他可以完全的发力，自己还真的不太容易驯服。老登尝试着直接的抓住野猪的前腿，但是小家伙明显的撕咬动作却又接连的让自己收回。10多分钟的周旋，老登终于是一把抓住了野猪的鬃毛，并固定住了后腿。只要是将两只后腿全部的提起，野猪也就基本丧失了反击的能力。而随着小家伙的捕捉成功，自己农庄的猪群也迎来了更加的壮大。这是老登捕获到的第3只野猪了，赶紧的返回农庄。然而等到老登到了围搭的猪圈以后，此时的猪圈中却没了之前2只野猪的身影，就连豪猪也都已不在。看来老登已经将它们尽数的销售出去了，毕竟是在山林中捕捉的，它们会更加的受到当地村民的欢迎。不过眼前的这一只看起来更加的纯正，长满鬃毛的脖梗已经说明了一切。然而它又是否会被老登卖出去？随着第2日清晨的来临，老登已穿梭于河道之中。今天的自己想要好好的补充一下营养，而这种从山顶自流而下的河道中往往都会有美食的存在。1个多小时的攀爬，一处流速缓慢的水坑中，老登终于迎来了发现。清澈的山泉水一眼就可见底，而在此停留的溪鱼也是彻底的暴露在了老登的眼前，直接的用刀背将其敲晕。毕竟水潭的面积并不大，这是最快也是最有效果的方式。一路的攀爬与寻找，他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从山腰或者山顶的池塘中被冲下来。冰凉的水温会让他们在水中的活性降低。4个多小时的努力，老登的收获已经足够，这些足以让自己来上一顿正宗的荒野烤肉。再次的沿着河道的方向返回，自己已经深入的太远，只有沿着水流的走向原路的向下，才不会在茂密的丛林中迷失方向。终于是到了，先将其全部的放入到炉中，自己还要准备好用于烤制的火堆。火已升起，拿来2根竹签。从小就生活在山泉水中的他们不需要开肠破肚去掉鱼鳞，只需直接的烤制成熟即可立即的食用。所有的鱼肚鱼肠都是可以直接吃掉的存在，即使没有任何的调味料，但是十足的鲜嫩却依然拥有着极好的口感。那么你看清了这些鱼都是什么品种了吗？用枯木尽力的压住野猪的脖梗，奋力的撕咬以示反抗。另外一只被捆绑住的小家伙也是费了不少力气。然而2只野猪才是第一次的见面就已爆发出了争斗，他们在决定这个猪圈中谁会是老大。新一天的来临，老登已带上了柴刀和制作陷阱的绳索。经过这段时间的探索，他已明确了这片山头生活了不少的野猪群，而持续的狩猎他们也将成为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再次的发现了这里有被野猪拱开地面的痕迹，这说明了他们曾在此停留。依然还是陷阱的设置，3根木棍的准备。发现痕迹的周边掏挖出小的坑洞，2根短木夯入其中的一侧。这种狩猎的陷阱自己已经制作了太多，熟悉的流程和步骤只需20多分钟就可解决。最后再做好必要的伪装，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猎物触发陷阱。回程的途中，这棵大树已被当地的村民砍伐，遗留下的杂乱树枝也已完全的干枯。大致的整理，它们可以被当成自己农庄生火的材料，全部的堆放到厨房。自己还要再次的进山，挖掘一些野生的木薯。
那是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这片森林的自然生态没有被当地村民过度的开发，所以总体上的物种也还算丰富。当然，肥沃的土壤和舒适的气候也给所有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繁衍生息的条件。就连这木薯也都是生长的极大，只需1-2颗的数量就足够自己吃上个一整天了。再次的返回农庄，削割掉外皮，全新的小铁锅是自己售卖野猪的时候购买的。简单的清洗，大致的分解成小块，只需10多分钟的蒸煮即可让其迅速的成熟。丰富的淀粉含量足够维持自己的体力了。然而就在老登刚刚吃到第2块的时候，远处传来的声音却是又再次的打断了自己。快速的起身，应该是陷阱已被触发了。又是一路的狂奔，小心翼翼的观察，果然又是一只野猪踩中了自己的陷阱。顺手的捡起旁边的树枝，老登必须要先确定小家伙的攻击性。然而野猪的攻击性十足，老登必须要小心应对，找来更长更粗的树干。野猪却也是一直想用撕咬来进行抵抗。10几分钟的周旋，老登都未能将其成功的制服。不过好在自己看准时机，用树干顺利的将野猪的脖颈压住，顺势的提起双腿。这已经是自己在此片山林中捕获的第4只野猪了。老登依然不会选择将其宰杀作为食物，毕竟这样的一只鬃毛明显的野猪，自己可以卖上很好的价格。再次的回到农庄，倒入蒸煮好的食物。然而陌生的环境让小家伙一直都处于警觉的状态，他可能会等到晚上的时候才会偷偷的进食吧。转眼时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今天的太阳没有像以前一样照常的升起，昏暗的天空笼罩着整片森林。不过这却依然阻挡不住老登继续的前往。这次的自己要走上很远的路程，他要去到更深的山林中寻找资源。2个多小时的崎岖步行，老登来到了一片硕大的竹林，铺满枯叶的地面上会有很多动物留下的痕迹，只要仔细的探寻，总是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果不其然，老登再次的发现了野猪的踪迹，零散的蹄印分布在了周边。看来这片竹林中至少有1只野猪的存在。劈砍上粗细刚好的树干，2根粗壮的毛竹也是必须的材料。这次的陷阱，老登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毕竟每个陷阱都有每个陷阱适用的环境，而对于竹林这种空旷的通道来说，弹射式的触发陷阱能够捕获的几率就要小上许多。一番复杂的操作，2根毛竹被横架在了陷阱之上，另外的一端则是连接着藤条捆绑而出的触发装置，横拉出直线，两边再用树叶遮挡出只留下安放圈套的空间。等到陷阱完全的搭设完成，只要有野猪从此经过，在碰触到藤条的一瞬间，整套陷阱就会被触发。老登也是连续的测试了好几次。然而这2根被安放在后方的毛竹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有知道的老铁可以帮忙普及一下。陷阱的设置已经完成，老登要赶回自己的农庄继续的等待。劈砍上一棵芭蕉树，自己昨天捕获的野猪还需要喂食。老登所在的这片山林中，芭蕉树并不普遍，即使是在热带雨林中，不同的海拔高度所生活的植被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己只能是偶尔的给野猪喂食。来回的赶路已几乎耗费了1天的时间，老登会尽早的休息来恢复体力。随着阳光再次的照射进森林，这已是第3天的清晨。将芭蕉树干切成碎末，自己要将猪食上锅以后，才会去昨天的竹林查看陷阱，无论是否会有收获，回来后已被圈养着的野猪都能有食物可以进食，这样也可以节省出自己的时间。再次的出发，又是2个多小时的步行。然而正当老登想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时，远处传来的嘶吼声却又再次的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快速的奔跑，10多分钟的时间，老登就已再次的赶到了陷阱旁。果然又是一只野猪，它的后腿已被牢牢的拴住，然而4肢依然着地的它却是充满了攻击性。老登想要直接的扑抓，却是被小家伙的撕咬下腿。左右的周旋，即使现在的野猪心里已经充满了恐惧，但是它却一直保持着防御性的姿势。老登又捡起了1根小竹竿，只是刚要接近的时候，小家伙又是进行了撕咬的防御。持续的周旋，插在地面之上的树干也已被直接的薅拽出来。就这样一人一猪的持续周旋，这次的老登足足的耗费了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将小野猪成功的请回。悲鸣的嘶吼声响彻了整片丛林。遥远的路程让老登连续的更换了好多次运输的姿势，无论是背在身后，还是拖行于地面，又或是提在手中。总之，这对老登的体力是个很大的考验。
不过好在常年的山林生活已经锻炼出了足够强大的心肺功能。然而2个多小时的山路却依然还是辗转了4个小时才再次的回到了农庄，将小家伙放入猪圈。但是不同的族群却是让他立刻的就投入到了战斗之中。他正在对着之前捕获到的野猪疯狂的撕咬。虽然不知道这样的争斗是为了什么，但是胜利的一方肯定会有各种优先的权利，这可能就是野性的自然法则的驱使吧。道入几乎熬制了一整天的猪食。然而从进食的情况来看，也许他们之间的战争好像才刚刚开始。